Meta 的 VR 系统目前共有20个虚拟布景，有的虚拟布景还支持更改环境，默认环境有3个，也可以自己上传360度全景图片自定义环境，还可以在虚拟布景中选择是否加入2个摆件。这些动态的虚拟布景、环境、摆件，再加上环境音效，共同组成了 VR 头显中的虚拟空间。虚拟空间可以理解为手机或电脑上的桌面，不过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近似，是3维的、运动的、有声音的，而且相对现实空间静止。在不超出边界的情况下，使用者可以相对虚拟空间移动，移动到边界附近会出现边界线，超出边界后，虚拟空间消失，变为现实空间。使用者也可以相对现实空间不动，用手柄操控虚拟形象在虚拟空间中移动，但是有范围限制。在使用者与现实空间的地面保持平行时，比如类似躺在床上的场景，可以在实验性功能中开启以卧姿使用应用。此时只需要长按右手柄上的 Meta 键，虚拟空间的地面会切换成垂直于现实空间的地面。按下右手柄上的 Meta 键，可以显示或隐藏通用菜单，拖动通用菜单背景或者底部光标，可以移动位置。在不移动时，通用菜单永远相对虚拟空间静止。通用菜单图标从左至右依次为个人主页、快速设置、通知、切换距离、切换透视沉浸、置顶应用、竖条、近期应用、资源库。点击个人主页会进入主页窗口，可以显示自己的账号名称、头像、个性签名、虚拟形象等。快速设置可以直接显示时间、WiFi、电量。点击通知会进入通知窗口，可以查看最近应用的通知。来自同一个应用的3条及其以上的通知会合并显示。点击每个通知后3个点，可以移除单条通知，但无法一键移除所有通知。点击左上角图标可以进入通知设置，点击右上方可以按应用筛选通知。如果有未读通知，通知图标右上方会显示蓝点。点击切换距离，可以快速在展开视图与缩小视图之间切换。点击切换透视沉浸，可以快速在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之间切换。这2个按钮在快速设置中都有，由于比较常用，在通用菜单中都有显示。竖条左边的应用为置顶应用，其中 Horizon 动态、用户、商店为系统默认置顶应用，无法移除。另外，自己可以最多选择2个从应用商店下载的应用置顶。左右拖动置顶应用可以改变顺序。竖条右边的应用为最近打开的应用，最多可以显示3个。向下拖动置顶应用和近期应用可以移除。资源库相当于 macOS 上的启动台或者 Windows 上的开始。通用菜单中应用底部的横条代表该应用正在运行。点击通用菜单中的快速设置，可以显示快速设置窗口，类似于手机上的控制中心。左上方显示头显和左右手柄的电量，中上方显示日期和星期，右上方显示设置按钮。下方左侧为音量滑块，右侧为亮度滑块。由于 Quest 3采用了 Pancake 显示方案，屏幕光源的光线会经过多次折射，最终到达人眼，能量损失比较严重，所以我会把亮度拉满。点击 WiFi 会进入设置应用，一般连接中国大陆地区的网络会显示网络连接受限，这并不代表头显或者家里的网络出现了故障，无视即可。点击透视可以切换虚拟和现实世界，这里的现实世界类似于相机监视器的效果，也就是现实中的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再转换成光信号显示在头显屏幕上，并不是光线直接进入人眼，或者像戴眼镜那样光线穿过镜片进入人眼。由于头显摄像头、处理器、屏幕等部件的性能限制，头显中的现实世界并没有真正的现实世界真实。比如在暗光场景下会出现大量噪点，手部移动时画面会产生扭曲，身体移动时曝光会忽明忽暗。如果想快速切换透视的话，可以双击头显的左侧或右侧直接切换。
点击蓝牙会进入设置应用，可以配对新设备或者管理已经连接的设备。边界指的是人佩戴头显后可以活动的范围，相当于画地为牢中牢房的面积。当透视为开的时候，边界会关掉；当透视为关的时候，可以设置原地边界或者自定义边界。Quick Link 是头显连接电脑的开关，开启后，头显可以通过无线或有线的方式与电脑连接。连接后，可以在头显上运行电脑上的程序。此时，电脑主要负责计算、存储，头显主要负责显示、声音以及交互。打开勿扰模式后，来通知不会发出声音提醒。展开缩小视图按钮，可以让投影菜单和所有窗口的显示效果在类似于现实中的显示器和投影仪之间切换。打开展开视图，窗口下方会出现横条，向上拖动横条可以放大窗口，向下拖动可以缩小窗口。变化范围类似于现实中的电视机屏幕大小与投影仪屏幕大小之间，向左或右拖动也可以移动窗口位置。其余为开启麦克风，重置头显投影菜单和所有窗口的位置。夜间模式报告问题，显示健身数据悬浮窗，实时字幕，开启飞行模式等。打开资源库，左侧分别为搜索、应用程序、展开按钮。在搜索框内可以搜索自己想要的应用，但是 Meta 的 VR 系统不支持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输入法，可以显示应用为全部或者只显示其他某个类别，其中位置来源就是注册开发者账号后安装的非应用商店的应用。显示顺序支持从新到旧排列，也就是最新使用的应用会自动靠前排列，也支持按应用名称正序或倒序排列。另外，新安装或升级的应用会在资源库中的应用图标右上方显示蓝点。手柄交互类似于使用鼠标，需要在有光线的条件下才可以使用，在光线特别暗的环境下会失效。移动手柄可以移动光标位置，按下扳手为确认。很多交互操作都会伴随着手柄震动或者声音的反馈。在手柄未连接或者未使用的情况下，头显会精确识别双手。如果开启实验性功能中的启动透视时显示轮廓后，双手周围会显示轮廓。手势交互下，双手会代替手柄，但是手势的移动与确认精度没有手柄的高。拖动应用图标，投影菜单上方会显示3个并排的窗口。将应用拖至空余的窗口上，可以在同一空间下显示多个应用，最多可以显示左、中、右3个，类似于电脑桌面上有多个显示器。拖动窗口上方可以移动窗口位置。多应用窗口下，如果有2个及其以上的窗口播放视频或音频，音频可以同时播放。也可以在实验性功能中开启后台音频播放。在打开应用中的后台播放、听视频之类的开关后，即使应用窗口最小化，也可以在后台播放音频，但是不能单独调整应用的音量。缩小视图下，所有窗口为平铺形态。展开视图下，所有窗口为环绕形态。展开视图下，应用窗口可以通过拖动左右下方实现窗口比例和大小变化。变化窗口时，有的应用会重新启动，比如正在观看的内容需要重新打开，割裂感较强，体验很不好。第三，武则天不仅免除了李元芳的罪责，还下旨把他心中的内奸怀疑对象牵牛卫中郎将虎继辉放到狄仁杰身边。
在打开沉浸式 VR 应用时，按下右手柄上的 Meta 键，可以打开该应用的快速功能窗口，可以截屏、录屏、投屏，也可以选择继续应用或者退出应用。